宿主你好。谁在说话？宿主你好，欢迎来到多子多运系统，我是系统1728。多子多运系统？是的，宿主。什么意思啊？宿主，意思就是你绑定本系统，然后去各个位面为绝嗣五子有大气运的大佬生孩子，完成任务。哎，停！你让我去生孩子？我长这么大连男人的手都没拉过，你居然让我去生孩子？你想都别想！男人这个生物啊，穆雪念是真心没想过。他自己能赚钱，自己会花钱，干嘛弄个男人膈应自己？宿主，每生一个孩子，系统奖励你1000积分。等你完成任务攒够积分，你可以改变你生死的事实。你确定不绑定？好兴奋！我每次边看小说边想，这穿越可真好，我自个就不穿越了。没想到意外和穿越同时来了。宿主，童子，我生几个我都行的。宿主，你若为原主报仇，还能获得额外积分哦。别最后仇没报，自己倒先嗝屁了。而且你替原主报仇能获得额外积分，还奖励你10亿，每个小世界都是如此。好，童子，没问题。宿主，准备好了吗？童子，我现在就要过去小世界吗？穆雪念话音未落，眼前白光乍现。死童子，你也不按套路出牌？难道将军不知，除妻以外都是妾吗？什么平妻？小姐，将军来了。小主，别慌。雪念，将军。雪念，我来是想和你说，我和灵犀的婚期定在。将军，你可记得新婚之夜你承诺我，一生只爱我一人，永不纳妾。雪念，我在战场受了伤，是灵犀救了我。他家是做镖局的，他和那些惺惺作态的世家小姐不一样，他不拘小节。将军，难道我在你眼里就是那惺惺作态的世家小姐？雪念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只是我不能负了灵犀，而且她也不是做妾，我是要给她做平妻，和你平起平坐，你们不分大小。哼，将军对洛灵犀还当真是情深意重啊？难道将军不知，除妻以外都是妾吗？什么平妻？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说法罢了。怎么感觉雪念变了呢？那母亲同意吗？同意。灵犀把母亲哄得很是开心，母亲就连病情也好了很多。从将军离府，是我命人找来了要医骨的神医严姑娘，让她每月进府1次为母亲医治。是，雪念，谢谢你照顾母亲。你放心，灵犀和你同为平妻，她也不会和你争掌家之权的。你可以。你以为我稀罕这掌家之权？这府里上上下下所有的支出都是我用嫁妆在补贴。那洛灵犀怎么没同你一起来？他说这些就想看看渣男是怎么和原身交代的。雪念，灵犀不是那等做作的女子，你们见面也是徒增不快，所以我就没有带她来。难得将军如此重情重义，为我着想。够了，穆雪念，我今日过来和你说这些，不是来征求你的意见，也不是来听你阴阳怪气的，我是来通知你，我给了你足够的体面，你何必咄咄逼人呢？将军何必恼羞成怒呢？这个体面我不用你给我。好了，我要休息了，将军请回吧。你，小姐，将军太欺负人了。小猪别哭，你去传信给严姐姐，告诉她以后不用来府里了。好的，小姐。多多，你不会让我给这渣男生孩子吧？宿主，你在这个小世界的攻略对象是当今的皇上，他登基8年，后宫无所出，只要你给他生下继承人，任务就完成一半了。孩子生得越多，积分就越多。知道了。唉，原身真是想不开啊！凭他这南王府郡主的身份，找什么样的男人没有？还为了这样的渣男香消玉殒。小姐，
我已经派人去通知严姑娘，以后不用来了。好，你派人去把王府修缮一番，打扫干净。小姐，怎么突然要修缮王府？小卓，本小姐过几日带你回王府。小姐，那你和将军……那个死渣男，我要和他和离。小姐，你要和将军和离？可王府只有我们俩了，这……小卓，我的嫁妆足够我们以后衣食无忧了，你只管去就是了。可是，小姐，你的嫁妆都在库房里，苏老夫人怎么肯让我们带走？你只管去就是。是，小姐。穆雪念，你什么意思？库房里的银子怎么都没了？将军，你要做什么？小卓，将军是不是忘了，库房里可都是我的嫁妆，我的东西和将军有什么关系？将军如今怒气冲冲来逼问我嫁妆的去处，是何意思？将军，你别动气，都怪我惹了姐姐不快，所以姐姐才把库房搬空。鉴定完毕，骨子里妥妥一枚小白莲呢。灵犀和你没有关系，是他心思歹毒。渣男啊，不，苏将军，是你背信弃义在先，这会儿倒成了我心思歹毒。难不成你这苏府要靠我的嫁妆才能度日？穆雪念，你……哼，死渣男，不信姐气不死你。将军，我这就给姐姐赔礼，你千万别动气，小心伤了身子。姐姐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我便打了又能如何？求你别和将军置气了，妹妹在这里给你赔罪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洛小姐，我没有妹妹。小卓，送客。穆雪念，你别太过分了。将军，你们还是走吧，小姐身子不好，经不得刺激。主子说话，岂容你一个丫鬟插嘴？洛小姐还没有进门，算哪门子的主子？奴婢的主子只有我们家小姐。你凭什么打我？你家小姐不会管教奴婢，本将军就替她管教。苏一晨刚说完，就感觉眼前人影一闪，他和洛灵犀一人挨了一个大逼兜。穆雪念，你敢对本将军动手？将军，我洛灵犀从小到大还没有人这样打过我呢。姐夫，你居然敢打你的夫君，你不知道夫为妇纲吗？我便打了又能如何？小姐，将军他不肯和离怎么办？那本小姐就休了他。反了，你这贱妇还不快跪下！你这个贱人，你看你把娘气的。哟，前几天还口口声声叫我嫂子，哄我给你花银子买首饰，现在就一口一个贱人，这就是你们苏府的教养。穆雪念，你够了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如果你能和灵犀和睦相处，你若想要孩子傍身，我也可以和你同房。等你怀孕后，我就不会再碰你了。实在太恶心了。孩子，哼，你这种渣男也配？你以为你是青蛙，到处甩籽？你这种人当初怎么没被甩在墙上喂苍蝇？你说的是什么意思？我没什么意思，我要和离。你说什么？穆雪念一把扣住他的手腕，那眼中的寒意让苏一晨心里一惊。穆雪念使劲捏住他的手腕，疼得苏一晨龇牙咧嘴。你们不想走，这是想找打？你是镇南王府的嫡出小姐，就是这样对待我这个婆母的？自古都是婆媳，先有婆后有媳。你这个做将军母亲的，又是怎么对待我这个照顾你病榻1年的儿媳的？张口闭口贱妇，你女儿一口一个贱人。你儿子身为将军，承诺我在先，背信弃义在后，是欺辱我镇南王府没人了吗？穆雪念的话让对面4人一时间哑口无言。怎么还不走？哼，我们才不屑看见你。我是不会同意和离的。小姐，你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？刚才真是大快人心。小姐，
将军他不肯和离怎么办？那本小姐就休了他。宿主，你怎么走了呢？白白浪费了一次机会啊！不，多多，他可是暴君，我出现只是想给他个印象，引起了他的好奇心，这就够了。哎，对了，多多，你监控那个洛灵溪有什么发现，及时告诉我。知道了，宿主。还有，严姐姐给那死老太婆的药，按日子算也要吃完了，你也注意一下。好的，宿主。穆雪念说完翻了个身，继续睡觉。莫云轩的确被穆雪念引起了好奇心，他脑海中全是月夕那日怀中女子那双灵气十足的双眸，还有桃树下白衣女子的身影。怎么回事？将军，老夫人的药已经吃完了。那为什么不再抓药？之前是夫人重金请来了医药谷的严姑娘来给老夫人医治，可这个月已经过去2日了，严姑娘都没有来。是我用嫁妆在补贴府里的用度，是我给母亲请来严姑娘医治，才吊住母亲的命。哥哥，母亲这么难受，你快去找穆雪念，让她把严姑娘找来，给娘医治吧。你以为医药谷的人那么好请啊？之前就是穆雪念把严姑娘请来的，只要她去请，严姑娘一定会来。你觉得现在的她还会去请人吗？穆雪念是你的妻子，你让她去请，她敢不去请吗？我离家的这1年里，你们就这样对她的？哥哥，什么叫我们这样对她的？我和母亲对她很好啊。我不在府里的时候，你们就尽力讨好她，等我回来了，你们有我做靠山了，就不需要她了是吗？哥哥，怎么说这些？你看看娘，你快去让穆雪念请严姑娘来给娘医治。雪念，你睡下了吗？雪念，小姐，是将军来了，说老夫人犯病了。我不管，他娘犯病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你去告诉他。呀，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我昨儿请人看过了，5日后就是黄道吉日。希儿全凭老夫人做主。母亲，灵犀救了儿子的命，我和他情投意合，早就该给他个名分了。只是雪念……哥，你现在是怎么了？那穆雪念就算不同意，他还能怎么样啊？他就是一个狠毒的妒妇而已。母亲前几天病重，让他找人来医治他都不肯。灵犀，只是这聘礼，眼下那穆雪念把库房的金银都搬空了。不过灵犀你放心，等过些日子铺子的银子收上来，我一定不会亏待你的。老夫人，我爱慕的是将军这个人，将军能给我平妻这个名分，希儿已经很知足了。哎呦，我儿能娶到灵犀，那才真是他的福分呢。是啊，不像我，将军不在府里的这1年里，我把自己的嫁妆都要败光了。你怎么来了？哟，我来的不是时候是吗？只是你们在商量将军和洛小姐的亲事，可此事怎么说也和我有点关系吧？我哥娶灵犀嫂子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哎呀，小姑这嘴儿可真甜，小姐还没过门呢，就叫得如此亲热了。不差这5日了，灵犀嫂子就过门了。雪念，你来是有什么事吗？将军，这几日你考虑好和离的事了吗？雪念，我知道你生气我娶灵犀，可我说过了我……将军，你还真是高抬自己了。我不管你娶谁，但你不与我和离，休想娶任何人。不信你可以试试看。哼，贱妇，哪个男人不是3妻4妾的？凭什么你不让我儿娶平妻？我没有不许啊，只是你儿子娶别人的前提必须与我和离。雪念，只要你和灵犀和平相处，你还是将军夫人。哎，停！将军是没听懂我话里的意思吗？我要与你和离。我是不会同意和离的。既然将军如此，那我只能进宫求皇上给我做主了。你别得寸进尺！你当真不和离？你和离了又能怎么样？谁会要你一个和离的女人？这个就不劳将军操心了。如果将军执意不和离，
我现在便进宫找皇上。好，穆雪念，这可是你自找的，我同意和离。好，将军现在就写和离书吧，从此以后你我嫁娶互不相干。好，和离书已经给你了，你还留在这里做什么？这和离书是有了，可苏府这1年里花用我的嫁妆，又当如何处理？什么？哼，你这个下堂妇还想要银子？即使我们用了你的嫁妆，可那也是你自愿的，可没有人逼你。好，希望以后你们别后悔。看着他的背影，苏逸晨只觉得心底一片刺痛，似乎失去了什么重要的东西。小姐，我们现在就离开将军府吗？这里本就没有什么值得我留恋的。小姐，那我回去收拾东西，然后回王府。小竹见穆雪念和离了，是真的开心，她也跟着小姐开心。皇宫中的莫云轩，这2日晚上做梦都能梦到女子，是不是今夜还能梦见她？到了晚上，刚过了戌时，他忙上床准备入睡。这平日里，皇上最少都是亥时才睡，这今日是怎么了？皇上，您这是有哪里不舒服吗？朕今日甚是疲乏，想早点休息，你下去吧。是。宿主，皇上已经上床等着你啦。不过听着系统的话，怎么就感觉有些怪呢？宿主，你快点睡觉吧。知道了。喜事今日有些疲累，上床不一会儿，他就沉沉地睡了过去。今晚怎么没有梦到他呢？这些日子已经习惯了梦中女子的陪伴，随后他醒了就睡不着了。就这样一直到上早朝的时辰，他顶着2个黑眼圈从床上起来。皇上，太后让您午时过去用膳。莫云轩答应一声，继续坐在那里发呆。派人偷偷去查这画上的人。启禀皇上，属下按照您给的画像暗中查探，已经找到画中女子了。是谁？是镇南王府的嫡女，穆雪念郡主。是镇南王的嫡女？是，她去年和苏逸晨将军成亲，成亲当晚，苏将军还有穆王爷和3个儿子都去了战场。苏将军前几日回来，带回来一个女子，要娶她做平妻。穆郡主一怒之下，和苏将军和离，回了镇南王府。好，你下去吧。是。莫云轩此刻心情如同过山车一样，莫云轩再也按耐不住对穆雪念的思念，他吩咐一声要休息了，不许任何人打扰他。他便迫不及待地换上便装，独自出了皇宫，直奔镇南王府。此时穆雪念正在泡着花瓣澡，就听到多多兴奋的声音在脑海中响起：宿主，来了！多多，你这没头没尾的说什么呢？什么来了？宿主，皇上来了，是皇上来了。你说什么？皇上来了？在哪？宿主别急，现在皇上已经往王府这边赶来啦。我有什么好急的？要是你，我怎么觉得你比我还更高兴呢？宿主，积分呐！皇上就是隐形的积分呐！只要宿主给他生下孩子，我们就有积分啦！还有女世界的额外奖励。雪念，不要去。多多，你什么都知道，那我的隐私你能不能看到？宿主，这个本系统是看不到的，你尽管放心。虽然多多不是人，可要是那种事他也能看到，总感觉接受不了。宿主，皇上已经到了，你好好表现哦。放心吧，姐虽然没什么心机，可这些小说还有电视剧可不是白看的。莫云轩来到王府，见主院里屋中的烛光，他飞身落在了房顶上，随后他深吸了一口气，掀开了一块瓦片，探头往下面看去。瓦片的下方摆放着一个浴桶，
浴桶中的女子正是这些日子让他魂牵梦绕的穆雪念。穆雪念从浴桶中出来，走到屏风处，拿过长裙穿上。他不知道他的一举一动是那么的风情万种。莫云轩抬头看了一下那几个巡视的下人，趁他们不注意，飞身落在院子里，推开窗户，翻身就跳了进去。他惊得迅速站起身，张开小嘴就要喊，却被一双大掌捂住了嘴巴。雪念，不要喊。云轩，雪念，雪念，我好想你。云轩，你让我抱一会儿，一会儿就好。雪念，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？自那夜，我就再也梦不到你了。我派人四处找你，他们说找到你时，我都不敢相信。云轩，为什么我们素未谋面，前几日我总是梦到你？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也许这是上天怜悯我们，所以才让我们在梦中相识。莫云轩已经直白地表达过对他的感情了，这会儿也不再畏手畏脚。雪念，我要娶你。我这是被人睡了还是被家暴了？雪念，我要娶你。我是一个合理的女子，我不能耽误你。雪念，你可知道我是谁？哼，你不就是那个冷酷的暴君吗？哦，还是个生不出孩子的绝嗣暴君。雪念，朕是皇上，你的一切我都知道，不管你是什么身份，朕都要迎你入宫。什么？你是皇上？雪念，你无需拘谨，你可愿随朕进宫？臣女不愿意。雪念，难道你心中没有朕吗？皇上，正因为臣女心悦你，才更加不能进宫。为什么？众所周知，臣女是和离妇，若臣女随你进宫，岂不是把皇上置于众矢之的？你怎么如此善解人意？放心，一切有朕，你只管等着朕来迎你入宫。此生，朕只会有你一人。哇，宿主，你不愧是演员出身，这演技杠杠的。臭童子，难道你不懂演员入戏的时候不能打扰？雪念，答应朕，等朕来迎你入宫。好。穆雪念这还是第一次接吻，她忍不住在心里歪歪。原来接吻是这种感觉啊！她整个人腾空被莫云轩一个公主抱，就走向了床榻。从未有一个女子让她如此疯狂。云轩，念念，别怕，我会温柔些。两道身影在烛光的映照下交叠。第二日，直到日上三竿，穆雪念才醒过来。这身边早已没有了莫云轩的身影。他看着满身的红痕，我这是被人睡了还是被家暴了？宿主，你终于醒过来了，快点吃生子丹吧，方氏过后的6个时辰内吃下药丸都有效哦。他毫不犹豫兑换了一颗龙凤丸。恭喜宿主成功兑换龙凤丹，丹药已发放，请宿主查收，积分余额370。宿主，你要不要兑换一颗体力丸？才50几分，而且是一直有效哦。多多见穆念雪此时的模样，忙跳出来推销丹药。想到肚子里已经揣了2个崽了，哼，管多多什么心思呢？反正我们已经绑定了，我不好，多多也好不到哪儿去。穆后，阿春过来是想告诉你，朕要迎娶镇南王府嫡女穆雪念入宫。你说的可是那个去年这个时候嫁与苏将军的穆君主？正是。她可是你臣子的妻子，你怎可如此荒唐？穆后，念念的确嫁入了将军府，可她成亲当晚，前方军情告急，朕下了圣旨，命镇南王带着三子和苏将军去了战场。苏义臣前几日从战场回来，带回一个女子，要抬她为聘妻。念念一气之下，和离回了王府。镇南王父子4人皆因报过儿子，
朕岂能让念念一个人？话虽如此，母后也替镇南王父子惋惜。可你是皇上，迎一个合理的女子入宫，何况她之前还是你臣子之妻，朝中大臣和这百姓会如何看待你啊？母后，朕意已决。你，哀家要想个法子，既能让那木丫头进宫，还不能让皇上被人诟病。太后，您注意身子，此事也不急在一时啊。哎，你刚才没注意到这皇上叫那个丫头念念吗？你觉得还能不急吗？到了晚上，穆雪念刚刚沐浴完，窗户一开一合，人影一闪，莫云轩一袭黑色长袍又站在他的面前。这皇上是跳窗跳出来演了。臣女参见皇上。雪念，不必多礼，身子可还疼？还好。雪念，可曾想我？哼，刚一天，有什么好想的？想了。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莫云轩的唇又凑近吻了下来。被吻得迷迷糊糊的穆雪念意识忽然回笼。我现在肚子里已经有一对小蝌蚪了，这样会不会把小蝌蚪弄嘎了？宿主不用怕，你可以兑换一颗保胎丸，只要50积分哦。不管皇上怎么折腾都万无一失。兑换，把药丸吃下，开始配合着莫云轩。皇上，昨夜睡得可好？还不错。刘公公猜不透皇上昨夜干嘛去了，但只要皇上高兴就好。对了，镇南王父子为国捐躯，听说穆郡主合力归家，你去内务府吩咐一声，赏穆郡主黄金1000两，丝绸锦缎白匹，其他的你看着办吧。是，皇上放心，奴才呀，一会儿就去办。小姐，宫里来人了，白管家正在前厅陪着说话，让小人来喊你过去接旨。啊，不是说好了吗？暂时不提我入宫的事，怎么来圣旨了呢？咱家见过穆郡主。雪念见过公公。哎呦，穆郡主，咱家可不敢收您的礼呀，您呀，快接旨吧。一听圣旨，穆雪念后退一步，打算跪下。穆郡主，别，哎，老奴来时呀，皇上吩咐了，穆郡主站着接旨就好。你在这个世界是来做任务的，可别爱上任务对象哦。多多不想宿主伤心。皇上吩咐了，穆郡主站着接旨就好。好。穆雪念脸上扬起一抹微笑，没想到莫云轩能这么疼他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镇南王父子为国捐躯，功不可没。现赏赐穆郡主黄金1000两，丝绸锦缎白匹，珠宝首饰头面5套，玉饰头面3套。刘公公念完圣旨，把圣旨交给穆雪念，就回宫交差去了。这男人是觉得我和离了，怕我没银子花吗？宿主别笑啦，你看看你头上长出来的东西。多多，我脑袋长什么了？宿主，你没看到你脑袋长出来恋爱脑了吗？你在这个世界是来做任务的，可别爱上任务对象哦。多多不想宿主伤心。谢谢多多。对了，我总要离开的。可我从未接触过男人，莫云轩又对我这般好，不动心也挺难的。皇儿啊，什么时候迎那木丫头进宫啊？母后，您之前不是说……是哀家老了，想那镇南王父子战死沙场，乃是为国为民。现在剩下整个王府，只剩那和离的丫头。皇上仁爱，把她接进宫照顾，难道不该吗？母后，前几日朕和念念说了，她说等雪灾一事过去了，再提进宫之事。这丫头想得周到啊，皇儿也趁这段时间准备一些事。是，
多谢母后提醒。小姐，阿良今日去采买，看到有卖风河鱼的，他就买回来几条。那鱼呀，又大又新鲜，我就按照你告诉我的红烧了。快说，怎么了？是出什么事了吗？这鱼的味道一传过来，穆雪念毫无征兆的感觉胃里一片翻腾。小姐，你怎么了？白管家，快去让人找大夫来。啊，好好。哎，白管家，不用去了，我这是昨日吃太多水果，胃里不舒服，不用找大夫。小姐，可这……无妨，我回屋里躺会儿就好了。你们先吃饭吧。因为早上没吃饭，他只是干呕，什么都吐不出来，但不耽误吐得他浑身颤抖。原来吐也是个力气活啊！他心里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算算日子，已经快1个月了，是时候该有反应了。可他不能让大夫来看，否则这个消息绝对不会亚于炸弹的威力。莫云轩正在御书房批折子，在他面前落下一道人影。快说，怎么了？是出什么事了吗？莫云轩见来人是他派去保护念念的安慰。刚才早饭的时候，穆郡主突然干呕，还不让找大夫。属下见他挺严重，好像是身子出了问题，就赶快回来向您禀报了。你快回去吧，朕知道了。莫云轩站起身，打开门走了出去，直奔太医院。小姐，太医院郭院守来了，说是给你诊脉。穆玄念疑惑了一下，瞬间了然，一定是那人去告诉莫云轩的。早在莫云轩派暗卫来的时候，多多就告诉他了。小卓，快请郭院守进来。是。不出片刻，就带着郭院守进来了。郭院守身后还跟着一个提着药箱、身材修长的小厮。下官见过郡主。雪念见过院守大人，本郡主身子不适，就不给大人行礼了。不敢不敢，听闻郡主身子不适，待下官为郡主诊脉看看。多谢郭院守，我怀孕了，我怀了你的孩子。郭院守把手搭在穆雪念的脉搏上，神情由开始的自若到惊讶，随后神情凝重。他把手拿开，从袖子里拿出手帕擦了擦手，再次搭在穆雪念的脉搏上。啊，这郭院守是什么操作？穆雪念眼睛的余光瞥到郭院守身后的小厮，低垂着头，可那一身的气质。小卓，你先下去吧，一会儿有事我再叫你。是。柯院守有话不妨直说，本郡主这是怎么了？郡主，你这是……快说，到底是怎么了？皇上，郡主她是喜脉，已经有孕1个月了。郭院守听到莫云轩的问话，赶紧吓得跪下，低头硬着头皮把话说出来。你说什么？皇上，郡主怀孕了。你确定？臣确定。院守此时真恨不得找个地缝能让他钻进去。你出去吧。院守像得了什么大赦一样，恨不得借2条腿逃跑。念念，你怀孕了？你怀了朕的孩子，我们的孩子。云轩，你坐下。穆雪念看出了他的紧张，也心疼他这样的紧张。孩子对于正常人而言是很容易能拥有的事，可对不容易怀孕的人简直难如登天。见他一副傻了的样子，我怀孕了，我怀了你的孩子，我们有孩子了。他一把抓住穆雪念的手腕。念念，你真的怀孕了？不好，你要做皇祖母了。你说什么？你没有听错，我真的怀孕了，你要做父皇了。随后莫云轩猛地把她拉入怀中，紧紧地抱住。
穆雪念感觉一丝温热从他的脖颈流了下来。他是哭了吗？念念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来到我身边。云轩，你高兴吗？我太高兴了，真的太高兴了。我不是在做梦，这是真的，是真的。我终于有孩子了。云轩，你和院守一起来，不会泄露出去吧？院守是我的人，他不会走漏消息的。你快回去吧，这白日里你出宫这么久，若被人发现……好，念念，我这就回去。我不能再等了，我要告诉母后，然后接你入宫。我等你。莫云轩在他的唇上落下一吻，然后站起身往外走，可走了几步又回来，捧起他的脸又吻了一下，这才快步走了出去。宿主，这皇上的恋爱脑长得比蘑菇都大。多多，刚才他是不是高兴傻了？是的，宿主，你怀孕这个消息好像炸雷一样，把莫云轩都给批懵了。莫云轩借着院守的掩护回了宫，直奔慈宁宫而去。皇儿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都下去吧，玉嬷嬷留下。皇儿，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太后见他眉眼含笑，一副如沐春风的样子。母后，朕要和您说一件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儿，您先不要激动。哟，这是日头从西边出来了吗？皇儿何时也学会卖关子了？母后，你要做皇祖母了。你说什么？母后，朕说您要做皇祖母了。母后，你要做皇祖母了。你说什么？母后，朕说您要做皇祖母了。太后一下站起身，忽然感觉眼前一黑。母后，您别激动，我没事。花儿，你说我要做皇祖母了？母后，念念怀了朕的孩子，已经近1个月了。哎呀，祖宗保佑，祖宗保佑啊！花儿终于有后了。母后，您快坐。母后，您别哭啊。哀家这是高兴的，哀家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哎，对了，赶紧把那丫头接进宫来，你现在就和大臣说此事，一定快点把那个丫头接进宫来。那丫头不在哀家眼皮子底下，哀家不放心。朕也是这个意思。花儿先回去吧，母后要给祖宗上炷香。母后，那儿臣回去了。却不知他们刚才谈话的内容，让得知皇上来了太后这里匆匆赶来偶遇的文贵妃一字不落全听到了。她从震惊到愤怒，随后悄无声息地离开慈宁宫。没想到那个克死父兄的贱人，和离了还能勾搭上皇上。最可气的是，她居然怀上了皇上的孩子。娘娘，您何必把自己气成这个样子呢？他现在还没进宫呢，有些事儿还来得及。而且那皇后娘娘未必像她表现出来的那么大度，我们把这个消息侧面透露给她。钟爱卿，镇南王府穆郡主和离归附之事，你们可知晓？奶娘，为什么怀孕的不是我？娘娘，您别急，以后还有的是机会，你呀，一定能够怀上龙嗣的。对，我还有机会，我一定能为皇上诞下子嗣的。念念，晚上可用膳食了，还有哪里不舒服？莫云轩上前蹲在他面前问道。云轩，你别紧张，我现在呕吐是正常的怀孕反应。念念，明日早朝过后，我就会下旨接你入宫，到时候我就能时刻见到你了。母后也说了，要把你放在她的眼皮子底下，她才能放心。如果他们母子日后知道我怀的是双胞胎，又会是什么表情？臣等叩见皇上，吾皇万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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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钟爱卿，都平身吧。钟爱卿，
镇南王府穆郡主和离归附之事，你们可知晓？皇上，臣等有所耳闻。镇南王父子为国捐躯，爱卿们对穆郡主以后的安排，可有什么建议？皇上，镇南王府现在只剩下郡主一人，着实是可怜呐。皇上今日怎么问起这个了？皇上，镇南王父子4人战死沙场，郡主又和离归家，无依无靠，求皇上能妥善安排郡主，别寒了为国征战将士的心呐。皇上，穆郡主和离了，那以后是何等的艰难呐！将军，你怎可让皇上收一个和离的女子进后宫？爱卿们，可以畅所欲言，都说说你们的想法。这，副将军但说无妨。啊，皇上，微臣只是一莽夫，不会那么多弯弯绕绕，求皇上恕臣无罪，臣才敢说。好，恕副将军无罪。好，那臣就说了，镇南王父子4人为国捐躯，他们身为武将马革裹尸，能为皇上效犬马之劳，本是分内之事，可这留下遗孤，让孤魂无法安宁啊！臣斗胆请皇上把郡主收入后宫，若镇南王泉下有知，皇上如此仁爱，必会含笑九泉呢。将军，你可知你在说什么？你怎可让皇上收一个和离的女子进后宫？皇后的父亲大理寺卿站出来，气得胡子直抖。丞相，你如何看？皇上，您是真坑人呐！这不是把战火往我身上引吗？皇上，臣赞同副将军的话，若为江山社稷拼命的武将为国捐躯后，家人都不能被妥善安排，那以后谁还会效忠皇上，报效朝廷？丞相说的对啊，皇上，你就把穆郡主收入后宫吧。皇上，微臣觉得穆雪念毕竟成过亲，不如皇上认她做义妹，以后多加照拂，也不是不可。莫云轩抓过砚台，摔在了苏逸晨的脚边。皇上恕罪，微臣只是一时口误，求皇上饶恕。朕竟不知何时要苏将军教朕怎么做事了。皇上，臣罪该万死，求皇上恕罪。苏逸晨此时怕了，他把头磕在地上，懊悔刚才自己怎么就昏了头，说出那些话。朕登基8年有余，若不是武将在前方浴血奋战，何来朕和百姓还有众臣的安稳？文臣定国，武将安邦。可武将马革裹尸，战死沙场，朕怎能不顾他们的遗孤？皇上圣明。全体武将听到莫云轩的话，全都红了眼眶，纷纷跪地磕头。文臣们见皇上没有轻看他们，也都跪地磕头。虽然皇上素来残暴了些，可皇上杀的几乎都是有罪之人。苏逸晨以下犯上，即刻起割据将军之职，回府反省，无诏不可踏入皇宫半步。罪臣谢主隆恩。苏逸晨此刻如同行尸走肉一般，脑海里一片空白。刘公公拟旨，朕感念镇南王父子4人为国为民战死沙场，郡主温良端庄，贤良淑德，即日起封为贵人，赐封号为念，择日进宫办驾。是，皇上圣命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退朝。为了让他不引起后宫嫔妃们的注意，也是为了保护他，暂时就给他一个贵人的位分吧。他本身就是郡主，父兄又都战死沙场，若给他的位分过高，那是把他推到风口浪尖。等日后他生了孩子，再做打算。小姐，有什么话就说，你什么时候变得扭扭捏捏了呢？小姐，
有2个消息，第一个是苏奕晨今日早朝惹怒了皇上，被革职了，还有就是苏奕晨2日后和那个洛灵溪成亲。小竹，你干嘛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？这2个都是好消息啊。小姐，苏奕晨被革职是好消息，可他要娶洛灵溪算什么好消息啊？他被革职证明他德不配位，他娶洛灵溪那岂不是渣男配贱女吗？免得他们去祸害别人了。苏奕晨就是个没有良心的人，现在是遭报应了，连官职都没有了。都过去了，那种渣男不值得。霞姐，现在你可是皇上亲赐的贵人，让那个渣男后悔去吧。情报情报，宿主快起来，有人来刺杀你了。穆雪念被吓得一个机灵就醒了过来。宿主快点，你那几个护院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，趁他们还没有来，你赶紧跑。多多，商城里有什么能让我现在保命的东西吗？我现在怀孕能跑到哪儿去啊？宿主，商城里有手枪，可你积分不够啊。不是，现在到了我生死关头，你还想着积分？如果我死了，你还有积分赚吗？那怎么办啊？积分先欠着，我这肚子里头2个崽呢，多少积分给不了你？恭喜宿主成功兑换手枪1支，赠送子弹50发，请宿主查收。我操，多多，你居然把我那些积分都给我扣了，你都不给我留点兑换无痛生死丸的积分，你想让我生崽的时候疼死啊？宿主你别急，你积分有余额我必须扣除，等你生崽崽的时候，我保证给你无痛生子丸。多多，刺杀我的人来了几个？是谁派他们来的？宿主，刺杀的人一共有5个，他们是专业杀手，是被人雇佣的，但是谁派来的，多多无法检测到。小姐，怎么了？你怎么醒了？小竹，你听我说，现在有人来刺杀我，你赶紧去通知护院和白管家他们，让他们都躲起来。小姐，虽然奴婢不会武功，但奴婢就算是死，也要挡在你前面。小竹，我知道你对我的心，你听话，快点去通知大家躲起来，无论听到什么声音都不要出来。你留下不是保护我，只是给我拖后腿。快走，一会儿就来不及了。多多，他们离我还有多远？宿主，他们都会轻功，大概还有5分钟就会到你这里啦。5分钟，够小竹通知大家了。他在院子里的一处不起眼的角落里蹲着，双眸注视着府中的院墙。多多，你看看现在莫云轩在忙什么？宿主，莫云轩在批折子呢，就要批完了，一会儿他应该能来。莫云轩派来保护我的那个人现在在哪里？宿主，他此时在房顶上看着你呢。有他在就好，对付5个人应该不是问题。宿主，不好了，又有一波黑衣人也往王府这边来了。你确定不是在和我开玩笑？宿主，这波有10几个黑衣人，看来你的命还挺抢手哎。多多，你的命我也惦记着呢，反正我死你也不好活，我倒无所谓。宿主你别怕，一会儿商城里保命的东西你随便用，等你有积分了我再扣，嘿嘿。 5个人蹑手蹑脚地靠近他住的房间，还没等他们有什么动作，从房顶上轻飘飘落下一道人影。顿时院子里响起了兵器的碰撞声，声音在黑夜里尤为清晰。就当穆雪念还在看热闹的时候，又有10几道黑影越过院墙跳了进来。他在那儿，举起枪对准奔过来速度最快的黑衣人。 冲在最前面的黑衣人瞬间被击中，黑衣人和龙影都愣住了，他们从未见过如此厉害的暗器。看着地上几具尸体，黑衣人反应过来，飞身就想逃。龙影迅速转身，身形拦在了他们面前。穆雪念趁此机会又开了几枪，杀了他！穆雪念的腰身被一双大手揽住，来人正是莫云轩，搂着怀中的人儿。 莫云轩才感觉他的心又跳了起来。你伤到哪里了？血是他们的，我没事，我没有受伤。留活口。是。莫云轩抱起穆雪念回了屋子，他抱着穆雪念坐在他怀里不肯放手。念念，吓坏了吧？
是我不好，我来晚了。云轩，多亏你来了，真是把我吓死了。宿主，你能不能装得像一点儿？滚！哎，好嘞。不多时，打斗结束，龙影拖着2个黑衣人跪在了莫云轩面前。